Hello，各位好，不是涨就是跌，不排除横盘。这里是交易生活的每周步步。今天是亚洲时间2025年4月7号，礼拜一。先来看行情。纳斯达克 E-mini 指数，注意，这不是当季的图表，是合并后的 NQ 永续合约图表，代码是 NQ1，有着从1999年到目前最新2025年正在进行的数据。可以看到，2022年这根 K 线是一根 OB 订单块。截至目前录制本期节目时还没有触碰到。来到月线，距离之前一个月线的低点已经很近了，同时再往下还有一个月线级的 OB， 上面这个是年线级的 OB。周线上，今天 NQ 跟大部分市场一样是跳空低开，目前下跌到这个位置是一个周线级的订单块，再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月线，同时也重叠了周线级的低点流动性。为什么今天前面看的都是永续合约的图表呢？下面这是一个当季合约 NQM 2025的图表，可以看到最低点的流动性就只有17217这个位置，因为当季合约缺少了更远端的数据，所以我们需要切换到 NQ1 来查看其他的参考位置。来到比特币，月线上可以看到价格目前靠近了上个月月线的低点，周线会更清晰一点。刚刚结束的上一周的周线低点跟之前这一周的周线低点形成了相对低点的流动性。日线，前面几个礼拜的每周步步我一直是看空的言论，但价格在我看空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之前 OB 的位置，尝试了3遍并没有突破这个 OB， 现在终于下跌来到了这个位置。本周的新闻比较少，最重要的是周3晚上和周4凌晨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以及周4晚间的 CPI。 最后看到一些朋友很恐慌，因为所有的市场都在下跌，我觉得没有必要恐慌。虽然事后归因我们可以认为就是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导致众多品种都在下跌，但其实金融市场的本质就是有涨有跌，哪怕川普不发这些政策，也总会有别的契机，甚至是没有消息，市场直接就下跌。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而如果跳得更高，也就需要落地时蹲得低一点作为缓冲。如果你是中长线交易者，暴跌是一个重新寻找位置开始定投的好机会。作为一个日内短线交易者，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做交易做的是很快乐的。一方面是因为进入了夏令时，自身的状态和作息时间都好了很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近期市场上的波动率非常高，流动性非常充足。每天在我习惯做的恒指和 NQ 指数上，都可以做出上百点的交易，甚至是数百点的交易。包括我们会员群内的小伙伴，很多都能够独立分析，独立做出特别优秀的交易。所以熊市了也不要怕，来交易生活学习一下实战技术，尊重价格行为，每天都有很多机会。OK， 以上就是今天的每周步步，我们下次见，拜拜。